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深夜，医院的急诊室寂静得令人窒息，昏黄的灯光从天花板下投射下来，照在长长的走廊上，投下了一个个扭曲的阴影。墙角的时钟滴答滴答地响着，仿佛每一秒钟的流逝都在压迫着空气的流动。走廊的尽头，空气凝滞，仿佛时间被这个寂静的夜晚拉长，所有的声音都消失殆尽，只有偶尔一阵风轻轻拂过，带起窗帘微微的摆动，发出丝丝细微的声响。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医院的急诊科此刻空无一人，除了值班的医生李明和2名护士，整个病房楼仿佛与外界隔绝。李明是个有着5年工作经验的急诊科医生，通常他已经习惯了医院里夜晚的寂静，但今晚他的心里却不禁涌上一丝不安。他看了一眼时钟，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病房楼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白天的喧嚣，没有日常的琐事，一切都显得那么诡异，似乎连空气都在静静等待什么。李明轻轻地抬起头，透过玻璃窗向外望去，远处街灯昏黄，外面的世界依旧忙碌，而这里只有寂静，仿佛时间在急诊室内停止了流转。走廊的尽头，护士站的灯光昏暗，映照出墙上各式各样的影像。那些曾经急诊过的病人，那个走廊，曾经无数个紧急情况的记忆，都被这灯光带入了某种奇怪的时空。李医生，您看这个病历，昨天的病人复查结果出炉了。一名护士突然打破了沉默，她的声音清脆，在这空旷的空间里格外响亮。李明转过头，看着他递过来的文件，表面上平静，但内心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虑。护士的目光没有移开，继续低声说道：李医生，您不觉得今天特别安静吗？好像就我们几个。病房里什么都没有，他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似乎对这安静的环境也感到些许的不安。李明笑了笑，打破了这种沉默。这正是最平常的晚上，不是吗？我们做着自己的工作，世界其他地方也在继续运转。他说着，转过身去准备继续查看病历，但内心却没有完全摆脱那种无来由的压迫感。就在这时，急诊室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李明皱了皱眉，迅速站起身来，护士也警觉地抬起头，跟着他的视线望向那条安静的走廊。那声音逐渐接近，步伐越来越急促，仿佛带着某种急切和恐慌。突然，急诊室的门被推开，门外站着2名穿着血迹斑斑的急救人员，他们神色慌张，气喘吁吁地推着一辆病床，床上躺着一位重伤的患者，车祸，患者状况危急，请立即准备抢救。其中一位急救人员大声喊道，声音里带着紧张。李明没有犹豫，迅速走向病床，护士们也立刻跑过去，协助将病人推到抢救台上。患者的面容被血迹遮掩，看不清楚，但他浑身的伤口和异样的体温已经清楚地告诉李明，这名病人的生命垂危。这个瞬间，空气中充满了紧张与焦虑，每个人的心跳似乎都与病人的生命搏动同步。我们必须马上止血，准备输血。李明沉着冷静地指挥着，但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扫向窗外，窗外的世界依旧是平静的，而在这小小的急诊室内，却弥漫着某种看不见的紧张。他没有意识到，在这短短几秒钟的焦虑中，空气突然变得愈发冰冷，四周的灯光仿佛暗淡了几分，窗帘随风摇曳时，传来一阵阵令人不安的沙沙声。李明眉头紧皱，但他很快抑制住了心中的不安，集中精力投入抢救。随着抢救的进行，病人逐渐进入昏迷状态。李明与护士们忙碌着，不断交换意见和调整手术方案。但就在这时，一股异样的寒气从四面八方悄然蔓延，李明甚至感到耳边似乎有低语声飘然而过，若隐若现。那声音像极了某个人的呼唤，又像是风吹过空旷大厅的细雨。病人昏迷中轻轻呻吟了一声，李明回过头，看到病人微微动了动嘴唇。他来了。病人轻声低语，似乎在梦中见到了什么。这一句话让所有人都瞬间停住了动作，空气中的压迫感愈发强烈，仿佛这一刻连时间都放慢了脚步。
李明转身对病人的家属说道，他只是昏迷，可能在做梦，继续抢救，保持冷静。但他自己却难以摆脱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病人说的那句话，像是潜伏在空气中的某种暗示，亦或是一种让人难以言喻的预感。空气变得越来越冷，抢救室里的每一秒钟都显得愈发漫长，而李明心底却开始怀疑，难道今晚的安静并非偶然？抢救室内灯光明亮，却无法驱散那股愈加浓厚的压迫感。病人的身体被机器连接，血液从输血管中缓缓流入，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药水的味道。李明站在病床前，紧张地调整着生命体征的仪器，时不时低头查看病历。病人的血压降得极快，呼吸一度停止，心电图屏幕上的波动几乎变成了一条平直线。情况不妙，李明低声自语，转头看向旁边的护士，继续输血。心电图显示的只是暂时停顿，试着用电机恢复。一名年轻护士迅速开始操作，另一位护士则试图安抚焦急的家属。病人那双微闭的眼睛此时毫无反应，仿佛与这个世界彻底隔绝了。突然，护士在忙碌间听见病人嘴里轻轻吐出的声音，那并不是一声呻吟，而是一种低沉的，仿佛来自远处的低语。他在等我。病人说话的声音极其微弱，但依然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所有人都愣住了，护士的动作停滞了一瞬，李明也迟疑了片刻。什么？护士问道，试图确认自己没有听错。李明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心中升起一丝不安。他可能在做梦或者幻觉。继续抢救，但护士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他看向病人的面庞，眼中闪烁着某种莫名的光。病人的双眼依旧紧闭，可眼角仿佛流露出一丝不寻常的神情，似乎在对某种不可见的事物做出回应。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感变得愈加浓烈，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寒气悄然蔓延。李明的手指微微发抖，他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但内心的不安却愈演愈烈。病人突然轻轻颤抖了一下，似乎是痛苦的反应，但又随即恢复了平静。就在这时，他的嘴唇再次动了动，声音依旧是那么低沉。他来了，我看见他了。他的语气里带着某种奇异的平静，仿佛在说出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李明的心脏猛地一沉，他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注视着病人的脸庞，试图寻找什么异常的迹象。那种莫名的冷意似乎已经渗入了整个房间。李明的目光扫过病房内的一切，试图找出任何能够解释这种感觉的线索，但什么都没有。护士站旁，一直保持沉默的病人家属突然低声说，他一直说有个女人站在他床边。他的声音颤抖，似乎在述说着某个极为私人且令人不安的事。什么？李明转头望向家属，眼中带着一丝疑惑。家属的脸色发白，手指微微颤抖。他说那个人好像是他母亲。李明心头一震，病人的母亲在几年前去世，这一点他通过病历已经了解过。家属的沉默让李明更加不安，这并非简单的幻觉，病人似乎在与某个不存在的人进行对话，而这个他母亲的幽灵似乎并非仅仅是梦境中的想象。你确定他没有说错什么吗？李明试图用一种冷静的语气问道，尽管内心的紧张感已经攀升到无法忽视的地步。家属低头，眼神闪烁，片刻后他缓缓点头。他说过，妈妈在他睡着的时候出现在他身边，温柔地抚摸他的头发，说他不需要再忍耐了，可以离开了。李明感觉一阵刺骨的寒意涌上心头，这一瞬间他仿佛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笼罩。病人面前的这个他母亲究竟是什么？是病人的幻觉，还是某种无形的存在？就在这时，病人再次轻声说道，他告诉我，今晚我可以走了。这句话在空荡荡的抢救室中回荡，仿佛无形的钟声在耳畔响起。病人的面容仍然平静，仿佛已经放下了所有的痛苦，迎接某种即将到来的结束。李明深深吸了一口气，尝试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抢救上，但内心的恐惧却无法消散。他再次注视病人，试图用科学的眼光解释一切，但他开始意识到，这件事
似乎远比他所能理解的更加复杂和不可思议。那种无法解释的预感，犹如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整个急诊室笼罩其中。时间变得越来越漫长，每一次仪器发出的声音，每一次病人的低语，都让李明的心跳加速，仿佛进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迷局。继续抢救。李明终于打破了沉默，语气强硬：他还没死，我们不放弃。但他的声音却在这一刻显得那么微弱，像是与整个夜晚的寂静相比，几乎被吞噬殆尽。而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窗外的风突然刮起，空旷的走廊里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仿佛有某个不曾显现的存在正在悄悄走近。抢救室内的灯光依然刺眼，空气似乎更加沉闷了，仿佛每一秒都变得更加漫长。李明站在病床前，双手微微颤抖，他的眼神没有离开病人一刻，尽管他一直在尽全力进行急救，心底却有一种无法摆脱的焦虑。病人的心电图屏幕上的波动依旧微弱，甚至一度平坦。李明的心中不禁涌上一阵不安，觉得这次的情况恐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护士站里，其他护士纷纷低声议论，空气中的不安气氛似乎愈发浓重。突然间，病人脸上的表情开始发生变化，最初只是微微的皱眉，接着嘴唇动了动，似乎在尝试发出什么声音。李明猛地一震，他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迅速低头看向病人的面容。此时，病人的眼睛依旧紧闭，但他的面部肌肉开始微微放松，仿佛一切痛苦都在慢慢消散。他醒了。一名护士低声询问，声音中带着不确定。李明快速检查了一下病人的心跳和呼吸，发现病人的状态竟然有了微弱的好转，他的心跳恢复了。李明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惊讶，继续观察，保持稳定。病人轻轻皱了皱眉，又再一次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瞳孔依然放大，眼神空洞，似乎还未完全从昏迷中醒来。护士们紧张地围在床旁，等待着任何可能的反应。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李明走近病人，试图让他回应。病人的眼神定定地盯着他，但没有做出反应，似乎他的意识仍然在某种模糊的状态中漂浮。就在这时，他突然开口，声音低沉却异常清晰：他来了，他等我。他的话语中没有一丝慌乱，甚至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就像是在讲述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实。李明一愣，心底升起一阵莫名的寒意，那种他的身份又是谁？李明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觉得这只是病人昏迷状态下的一种错乱的幻觉。他试图用科学的解释压抑内心的恐惧，但这股无法言喻的预感却始终如影随形。病人继续低声喃喃自语：我看见他了，他在床边，他说可以走了。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释然与平静，仿佛那个人物真真实实地站在他身旁。李明迅速检查病人的情况，忽然意识到病人的状态确实有所恢复，他的体温略微回升，脉搏也变得平稳，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但和刚才的情况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了。他是谁？护士忍不住问道，目光闪烁不定。他到底是谁？李明没有立即回答，他望向病人的眼睛，心中掠过一丝不安。病人睁大的眼睛似乎依旧没有焦距，眼中的迷茫仿佛透露出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周围的一切。病人的唇边又微微扬起一丝微笑，仿佛他对某个无法触及的存在心安理得。他的母亲，护士低声猜测。李明没有说话，他转过头来，盯着病房门外那片空寂的走廊。夜深了，医院里几乎没有其他病人，急诊室内充斥着一种深沉的寂静，那种安静令人不安。无论他如何想要回到现实中，病人的低语，他那不合时宜的平静，都在不断让他动摇。病人忽然转头望向一侧的墙壁，眼睛里闪烁出一丝异样的光。他在那儿，病人低语，他站在那儿等着我。李明的心跳骤然加速，他几乎想要马上离开这个房间，但他的理性告诉他，必须继续保持冷静。病人的症状或许是由于失血过多和极度疲劳所引起的幻觉，但病人所说的那一切，无法用单纯的医学解释来涵盖。就在此时，病人再次开口，他告诉我，今晚我可以走了。他的眼神变得空灵，
仿佛完全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这句话再次让李明的脊背发凉。他说的可以走了，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死亡的使者，还是仅仅是病人因为过度疲劳所产生的幻觉？病人的家属站在一旁，紧紧地握住双手，神情复杂，他们的目光交错，心中满是疑惑与恐惧。家属低声喃喃：他真的是在看见他母亲了吗？他是不是真的在等我母亲？李明突然意识到，或许病人的所言并非完全是虚幻，他到底看见了什么？是某种未知的力量在指引他，还是他的意识在濒死边缘浮动时能够感知到常人无法触及的东西？病人的眼睛紧闭，突然间他又微微一笑，神情安详的如同入梦。他说：我已经走了。李明忍不住吞了吞口水，那种奇异的恐惧感再次笼罩了整个抢救室。病人似乎已经放下了所有的恐惧，他似乎在某个无形的引导下已经与这个世界告别。李明再次看了看病人的面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几乎能感觉到病人身上散发出的平静气息。然而在他转身的那一刻，他的心跳骤然加速。从病房的窗外，他突然看见了一个人影，那个人影站在走廊的尽头，模糊不清，仿佛带着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神秘气息。李明的心头一震，身体僵硬。那个人影的存在就像是病人话语的真实写照，仿佛预示着某种即将到来的结束。深夜的急诊室充满了诡异的寂静，病人仍然处于昏迷状态，面容安详，但李明的心脏却在剧烈跳动，仿佛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都拉长了时间的沉重。他的目光时不时扫过病房外的走廊，那里依旧空无一人，只有监护的灯光在昏暗的角落里闪烁。李明站在病床前，心中的不安不断加剧，仿佛这座医院突然变得格外陌生。他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在病人的生命体征上，但每当他眼神不经意地从病床移向窗外，那股令人无法摆脱的不安感便愈发加重。忽然，一阵微弱的风吹过，窗帘轻轻飘动，带起了床旁纸张的细微沙沙声。李明转头，目光落在那扇窗户上，窗外是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突然他的耳边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来自走廊尽头，缓慢而不规则，像是某个不速之客正悄悄靠近。李明心头一紧，转过身来朝着走廊的方向望去。急诊室的走廊如同深渊一般，寂静得令人无法忍受。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试图寻找脚步声的来源。随着那阵微弱的声响靠近，李明的目光紧锁在走廊的尽头。在昏黄的灯光下，李明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那身影像是从黑暗中渐渐显现出来的。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步伐轻盈且缓慢，仿佛在空气中游走，几乎没有任何声音。李明的心跳猛地加速，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拉着他的神经，让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他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紧张地盯着那身影。走廊太长，灯光太昏暗，身影的轮廓始终模糊不清，但李明分明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在逼近。他试图平复自己的呼吸，告诉自己这不过是长时间值班带来的幻觉疲劳让他出现了错觉。然而那身影没有停止，依旧朝着急诊室缓慢移动。李明的心跳越来越急促，几乎无法承受这份压迫的气氛。他下意识的迈步想要靠近门口查看，却在下一瞬间，那个身影忽然停住了，像是察觉到了他的目光。谁？李明终于忍不住开口，声音在寂静的走廊中回荡，但对方似乎没有回应。李明的脚步越来越快，他逼迫自己走向那模糊的身影。可当他走到走廊的尽头时，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愣住了，身影突然消失了，空气瞬间凝固。李明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寒意迅速蔓延到全身，他回头望向急诊室，脑中一片空白，眼前的一切似乎开始变得不可理喻。他再次转过身来，走廊依旧空荡，什么也没有，没有人影，也没有声音，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李明的心脏剧烈跳动，他努力深呼吸，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然而脑海中的那个身影却依旧清晰可见，像是某种无法触及的幽灵，始终在他意识的最深处游离。我应该去看看，他
他喃喃自语，语气中带着不自觉的慌乱。尽管内心深处的声音告诉他，这一切或许并非幻觉。他走回病房，心中却越来越困惑，脑海中始终回想着病人所说的话。他说，可以走了。李明的目光落在病床上的病人身上，病人依然安静地躺在那里，呼吸平稳，脸上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他的嘴唇依旧微微张开，似乎在默默地对某个无形的存在述说着些什么。那句他说可以走了的话，始终萦绕在李明的耳边，像是某种暗示，又像是某种无声的召唤。正当李明准备再次低头检查病人的生命体征时，他眼角余光瞥到了一件奇怪的事物。窗外的黑暗中，似乎有一个人影在徘徊。他愣住了，盯着那个人影看了好一会儿，突然感觉到背脊一阵寒意。这个人影竟然是那么的熟悉，仿佛他曾经见过，而那身影却依旧停留在夜色中，愈发模糊，不停地在黑暗中徘徊，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不知为何，李明猛地意识到，今晚的病人，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感知到这种存在的人。空气中仿佛有某种无法触及的东西在飘动，他在病人的世界里游荡，也在他自己的心里悄悄滋长。他深吸一口气，猛然转身，想要离开这片弥漫着恐惧的空间，却只见病床旁的空隙中，仿佛有某种身影正从黑暗里浮现，悄无声息地靠近。那正是病人所说的他。李明的脊背一阵冰冷，他感到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从心底蔓延开来。病床旁，病人安静地躺着，呼吸平稳，仿佛无视外界的任何骚动。然而那种异样的感觉越来越浓烈，病人仍然闭着眼睛，但那种安详的表情却似乎隐藏着某种无法捉摸的恐惧。李明的手微微发抖，他重新回到病床旁，仔细观察病人的状况。病人的生命体征似乎依旧平稳，但李明却无法摆脱那种深沉的不安。那股诡异的寒意让他不禁想起了病人刚才所说的等我，还有他那句今晚可以走了的话语。他再次低下头，轻轻触碰病人的手腕，试图检测他的脉搏。然而就在这时，病人突然轻声呢喃，他在看我，声音极其微弱，仿佛来自远处的回音。李明的心跳突然加速，那句话让他内心的不安达到了顶峰。他是谁？李明忍不住轻声问道。尽管他知道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也得不到答案，病人没有回应，只是闭着眼睛，嘴角勾起一抹微弱的笑容，眼神却有些空洞，仿佛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李明低头查看病人的病历，试图找到一些能解释他状态的医学依据，但这一刻他的眼睛却不自觉地扫向病房外那片空旷的走廊。那边依旧没有任何动静，一切显得过于安静，仿佛时间在这里冻结。窗外，寒风轻轻吹动着窗帘，沙沙的声音伴随着偶尔的风铃声，撕裂了这片寂静。突然，病人的眼睛猛然睁开，李明一下子被吓得退后了一步，他的目光与病人对视，病人的眼中似乎透着一股异样的光芒，那双眼睛仿佛穿透了时间与空间，直接看向了他内心最深处。他说，病人轻声低语，声音充满了疲倦。他说，我可以走了。李明的心跳骤然加速，那种无法抑制的恐惧像潮水般涌来，他感觉到一阵冰冷的气息从四面八方逼近。他下意识地转身，想要离开这个病房，但当他的脚步刚迈开，那股强烈的寒意便像一堵墙一样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病人轻轻翻了个身，像是在做最后的告别。他的双眼没有焦点，仿佛进入了某种深沉的冥想状态。李明的手背上已经冒出了冷汗，他猛地扭头看向窗外，想要确认那可怕的存在是否还在窥视。然而窗外的景象令他几乎失去了理智。远处的黑暗中，一个模糊的身影正站在那里，身着白衣，静静地注视着病房的窗口。那人的面容模糊不清，像是被阴影吞噬了，只有那轮廓和他那站立的姿势异常清晰，仿佛在等待着某个不言而喻的时刻。李明的脊背瞬间被冷汗打湿，他猛然转回头，病人那空洞的眼神依旧盯着他，嘴角微微上扬，仿佛看穿了一切。他轻声说道，他在这里等着我。一股无法言喻的力量瞬间冲击了李明的心脏，他
他无法再压抑内心的恐惧，脚步匆忙地走向门口。但就在他触摸到门把手的一刹那，病房里的灯光突然一闪，随即熄灭，整个房间陷入了黑暗之中。他顿时愣住了，心跳变得更加急促，手背上覆盖着冷汗。李明努力调整呼吸，试图保持镇定，但身体却在强烈的恐惧中无法自控。黑暗中的病房让他感觉像是进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深渊，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他猛地回头，病人的床上已空无一人，那种异样的冷气依然在充斥整个空间，而病床上空无一物，仿佛那个人从未存在过。病人去哪儿了？李明的声音颤抖，急忙扫视整个房间，却发现所有的窗帘依旧关闭，病房内没有任何人影，空气异常压抑，四周似乎有某种无形的存在在悄悄逼近他。突然，病房门外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李明的心脏几乎跳出了胸口。他转过头，凝视着那扇门，冷汗顺着额头滑落。他深吸一口气，缓缓走向门口，伸手去握住门把手。就在那一刻，门外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声音，他说：“今晚我可以走了。”李明猛地推开门，外面什么也没有，空无一人，只有寂静，只有那股无形的寒气在空荡的走廊中回荡。这时，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李明接起电话，那边的声音让他几乎立刻失去了理智。“李医生，您知道吗？刚才送来的那位车祸病人已经去世了。”李明怔住了，他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内心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中。他回过头，病房里依旧空无一人，空气中弥漫着无法解释的恐惧。病人已经走了。李明握紧了手机，心跳仿佛要从胸口跳出来，他的手微微颤抖。那边的声音仍在继续：“李医生，我们查看了病人的记录，他刚才去世了，他的身体并未再有任何生命体征。”李明猛地停住了脚步，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病人已经去世。他瞪大了眼睛，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不清。他深吸一口气，手中的手机几乎从他手里滑落。病房内的空气异常压抑，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李明转过身，想要再确认病人的情况，却又不敢直视那张床。他的脑海中充斥着病人最后的话，他说：“今晚我可以走了。”那些话仿佛在空气中盘旋，难以摆脱。他迅速走回病床，想要确认病人的状态，但病床上空空如也，病人已经不见了。李明的呼吸急促，眼神在房间里扫视，寻找任何可以解释这一切的线索。然而，除了冰冷的床单和静止的空气外，什么都没有。他迅速奔向病房外，打开门冲进走廊，却发现外面依然是寂静无声。走廊灯光依旧微弱地照射着，每一盏灯下都投射着长长的阴影，那种空洞的寂静将他笼罩。李明能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正在逼近。突然，他的脚步在走廊中停住了。在走廊尽头，他看到了那道熟悉的身影，那个人影依旧是模糊的，穿着白色衣服，静静地站在那里。李明的心脏剧烈跳动，他想要喊出什么，却发现自己喉咙干涩，声音仿佛被某种力量吞噬了。身影微微转动，李明清晰地看见，那是病人最后口中提到的他。那是一位身穿白衣的女性，脸庞模糊，只有一双深邃的眼睛，眼神中似乎带着某种无尽的寂静与安宁。他等着我。李明听见自己喃喃自语，声音充满了压抑与恐惧。身影缓缓朝着他走来，每一步都轻盈而又有力。李明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他退后了几步，想要逃离这一切，但双腿却像灌了铅一样，无法动弹。他的脚步逐渐停滞，终于，那个身影停在了离他不到2米的地方。你是？李明的声音微弱，几乎是颤抖的。那身影静静站在那里，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只是温柔地注视着他。他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是深深的、悠远的眼神，仿佛穿透了所有的恐惧与痛苦，直接看见了李明的灵魂。他带你来了吗？那身影终于开口，声音温柔而带着安慰，但又带着一种无法忽视的命令感。你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李医生。李明的心脏猛地收紧，他终于意识到，这并非一场幻觉，
也非他被长期的工作压力所压垮。他站在那里，无法动弹。眼前的这一切，他开始明白，也开始害怕。这个身影带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将他从现实中拉进了一个无法言喻的境地。你是谁？李明的声音终于有些清晰，但仍然充满了恐惧与不安。我来带你走。那个身影轻轻地笑了笑，声音如同风吹过夜空，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宁。他已经走了，接下来轮到你了。李明的脑海轰然一片空白，他想要喊出声来，想要逃跑，但他的身体无法动弹，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他低头看去，发现自己的手正慢慢消失，他的身体仿佛在一点点地从这个世界中退去。你不需要害怕，李医生。身影的声音依旧那么温柔。你看，他已经得到了安宁，你也可以。李明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周围的世界开始模糊，他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昏暗，最后他的双眼开始失去焦点。他想要挣扎，但一切都已经晚了。在他彻底失去意识的瞬间，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轻轻的低语。他说，今晚我可以走了。当李明再度恢复意识时，世界变得异常安静，周围没有任何声音，空气中充满了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平静。李明低下头，发现自己正站在一片空旷的地方，远处的天空呈现出奇异的紫色，仿佛进入了某种未知的维度。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那正是病人，依旧穿着病号服，脸上带着微笑。他缓缓走向李明，眼中没有一丝恐惧，只有平静和安宁。他说，终于可以走了。病人轻声说道，目光温柔。现在，我终于得到了安宁。李明缓缓抬起头，看着眼前的病人，眼神中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情感。他终于明白，所谓的他，是死亡的引导者，而病人所经历的这一切，正是生死之间的引渡。随着病人的微笑消失，李明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他终于明白，死亡并非终点，而是一次静谧的归宿，而他也终将走向这片未知的终点。在这一刻，李明不再感到恐惧，他的眼睛慢慢闭上，身体完全融入了那片安宁的虚无之中。日光透过医院的窗户洒进走廊，照亮了病房的每一个角落。医院里的一切仿佛恢复了平常的节奏。急诊室的走廊再次人声鼎沸，医护人员忙碌地穿梭于各个病房之间，时间似乎如同一条永不停息的河流，流逝着一切，带走了所有的悲欢离合。但对于那些曾经亲眼目睹李明所经历的神秘事件的病人家属和工作人员而言，一切却永远不会恢复如常。他们或许会在某个安静的夜晚，突然想起那个无声的病房，那个飘忽不定的身影，和那个永远无法解释的谜团。李明，那个一直以来以冷静和理智著称的急诊科医生，就这样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医院的记录中，他的名字依然存在，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细节可供追溯，没有家属报失，没有人找到他的踪迹。他好像在某个瞬间化作了空气，融入了这个世界无法触及的深处。然而某些细节却永远困扰着那些曾与李明有过接触的人。那天夜晚，急诊室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迹象。他们回忆起，那个深夜的急诊室似乎从未像往常那样静谧，每一盏灯下的阴影似乎都在观察着什么。窗外的风总是悄无声息地吹动窗帘，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有无数个看不见的眼睛注视着这一切。最奇怪的是，李明失踪后，医院的急诊室楼层总有一些异常的现象发生。每当深夜值班时，总有护士和医生在走廊上看到一闪而过的身影，或是听到某个房间里传来低语声，声音虽轻，却清晰可闻，仿佛某个人正在无声地诉说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有人说，那些声音听起来像是病人的最后告别，或者是从李明曾经所在的房间里传出的低语。不过没人敢再去追究，大家都默契地保持沉默。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愿触碰那段不可思议的记忆，也或许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某些事情
无论如何也无法用科学解释清楚。但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那通李明失踪后的电话。电话中传来的是那位医生在深夜值班时的声音。他说：“今晚我可以走了。”声音虚弱而痛苦，似乎透露着某种无法言喻的悲凉。电话里的声音从未再出现过，李明也从此不见了。从那以后，每当夜深人静，医院走廊尽头那扇隐约透出微光的病房窗户，总会给人一种奇异的压迫感，像是有人，或是某个灵魂，仍在等待，仍在注视着。而这个医院的故事，依旧无人知晓，它依然存在，每一天都如常。然而某些东西始终没有消失，这座医院依然在生死之间静静地运转，而每一个夜晚都如同一场无声的等待，等待着某个瞬间的到来。谁又能说清楚，在这座医院的墙壁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而在某些孤独的深夜，当灯光开始暗淡，走廊里不再有人影时，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股无法言喻的寒意。它悄然回归，在不经意间提醒着我们，生死之间是否真的如我们所知？